想不到你这么单纯，还相信流星许愿。我原本是不信的，但是我遇见了你，我信了。你看，我们像不像流星？穿越了数万亿光年，才终有机会相见。只可惜，流星总是转瞬即逝的。本以为你们俩的画风会是成人向的，没想到却走起了纯爱路线。哎呀，只可惜了我那些装备。嘿嘿，我觉得祁东一定很喜欢你，他一定觉得未来和你有很多时间，所以才不急于一时。不过悠悠姐，你不在的时候，阮姨来找你了，3下5除2，她就套出了我的话。她知道你和祁东谈恋爱了。悠悠姐，你别怪我好不好？我怪你干嘛？我本来也没打算隐瞒的。干妈可是我最亲近的长辈，我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她的理解和祝福啦。只不过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和她说。可是她知道你们谈恋爱后，很生气的就走了。悠悠姐，你怕是要负荆请罪喽。干妈那个人刀子嘴豆腐心，我只要好好哄哄她，她会原谅我的。一闻就知道是我最喜欢的虫草花鸡汤。你还来干嘛？当然是来看望我最美丽、最温柔、最善解人意的干妈啦！你还知道我是你干妈，样样不跟我说，事事都瞒着我。我这不是来给你赔罪了吗？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点心，我一大早排队去买的，你快尝尝。你说说你，这么多的大好青年你不选，偏选仇人的儿子。干妈，你不是说过，对付敌人就得打起12分的精神吗？祁东的身份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跟我一样痛恨安国轩，我们目标一致，都是要让安国轩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你就记住这一句话了。但是干妈要跟你说，人心是很难测的，再亲密的人都有可能背刺你，知道吗？我相信祁东，我们不仅是恋人，还是可以把后背交付给彼此的战友。东哥，我按照你的指示查了宁海广场项目的每个环节，的确存在问题。他们开工所动用的水泥 C25 混凝土的强度只达到了 C15 混凝土的强度，是原设计强度的60%，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我还查到了阮碧对宁海广场项目非常感兴趣，暗中走访。若是他发现了水泥存在问题，偷偷举报，想必东哥也会受到牵连。你打算怎么办？事情筹备的怎么样了？放心吧，账都做好了，局也设好了，
后续宁海广场的工地出了任何问题，这个锅都是由朕来背。老高，我们3个人打下的江山，凭什么让尤震一个人给霸占了？是啊，忍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有个机会把这个绊脚石给清除掉。就这么干他！谁让你进来的？怎么，我不能进来吗？哎，这小子看着跟珊珊年纪差不多啊。哎，是你那儿子启东吧？你刚才都听到什么了？我全都听到了。这鞋太旧了，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吧。我听到的东西，应该不止一双鞋吧？我这个儿子有点意思。看这个模样和这个神情，确实是你亲生的。说吧，还想要什么？我妈妈现在在人民医院，癌症要做手术，手术费4万元。没问题。不过你要少了，我给你10万，这样你妈妈后续的治疗费就有着落了，包括以后的护工费、营养费，我都包了。我话还没说完呢，我不仅仅要我妈妈的手术费、治疗费，我还要未来10年的生活费、学费。哦，在你开的数字后面再加个0，不过分吧？哎呀，可以呀，小小年纪就知道跟老子讨价还价了，不愧是我儿子，我可以答应你。不过，刚才听到的话，给我烂在肚子里，半个字都不许透露，否则你跟你妈妈……成交。哪里来的录音？高珊珊发的。东哥，这录音假的吧？这个录音是真的，而且我想，高珊珊应该也发给悠悠了。高珊珊已经知道悠悠的真实身份了。安国轩早晚会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时间不多了。我也真没想到，当年的事，祁东也参与其中。你还会觉得他是你值得托付后辈的战友吗？那高珊珊的真实目的就是离间你跟悠悠啊？现在看来，我倒觉得他是随时会背刺你的敌人。干妈，你知道吗？祁东曾经不顾性命的救过我，他利用过我，却又帮助过我。我相信祁东这件事情一定另有隐情的。那天在宁海广场工地，悠悠不惜铤而走险，也要从高珊珊手里抢夺录音。我想高珊珊那天就有所怀疑，后来安国轩利用尤震去试探悠悠，让高珊珊的怀疑得到了印证。那你为什么不找到高珊珊，拆除这颗录音定时炸弹啊？反而放任他引爆？我原本不想瞒着他，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也许他对你的感情是真的，但他对你的隐瞒也是真的。祁东是一个私生子，是在底层厮杀的。当年他为了往上爬，不但认了安国轩这个爹，还拿陷害你父亲的事情威胁他。他那颗狼子野心，绝对会超过对你的感情的。你早晚会成为他上位的棋子。可是东哥，你那会儿还小啊，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母亲。你好好跟悠悠解释解释，他会明白的。不，我了解祁东，他不是那样的人。你有没有想过，你了解的祁东，是他想让你看到的一面。
但当年我确实利用了这件事，我原谅不了我自己，也不奢望他原谅我。如果摧毁星耀的前提是要牺牲启东，你怎么选？干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已经查到宁海广场项目的材料有问题，原本 C25 的混凝土，现在变成了 C15，这会导致结构硬度不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工程质量问题。这个是检举信，里面装的是混凝土采购单的证据，只要我们在2次融资会之前把它投入到检举箱里，就会让星耀集团土崩瓦解。但是这个检举信呢，也会将宁海广场实际的负责人祁东拖下水。刚才那个录音，我会找人验证真伪，但是这件事情要怎么选，决策权还是在你。本来以为祁东只是一个流着安国轩血的无辜受害者，没想到却变成了沉默的共犯。他明明是录音的第3人，为什么不说啊？我相信祁东，他肯定不是故意隐瞒的，这件事情一定另有隐情。如果他告诉我事情的原委，我就把这封信烧掉。对了，悠悠姐，还有一件事情，安国轩住院了。什么？虽然他隐藏得很好，但是已经有小道消息流出。我查了他的就诊记录，颅内动脉瘤，最近一直在医院就医。安国轩的确一直身体都不好，但是在融资会这个节骨眼上住院，我看啊，他就是坏事做尽，阎王爷都迫不及待要收了他。或许他是故意装病呢。不行，我得去一趟医院探探虚实。您好，请问安董住在哪个病房？你是？我是他的儿媳。现在是非探视时间，不能打扰病人休息的。哦，我只是想向医生了解一下病人的情况。不好意思，我们医院有规定，病人的隐私是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的。你请回吧。来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不知不觉你都长这么大了。我知道，你从未原谅过我。我对不起你妈妈，对不起她。我很自责，很愧疚。对你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成为一个合格的父亲。我们之间似乎不需要上演这种父子情深的戏码吧？我第一次见到你，12岁，又黑又瘦，长期营养不良啊，看起来好像还不到10岁。我在想啊，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儿子？是不是老子的种？直到那一次，
你威胁我，交了一大笔钱，我才认了。你身上流着我安国轩的血，骨子里跟我一样，都是杀伐果断，六亲不认。早早晚晚，星耀都要交到你手里。七哥哥到底是谁？悠悠，不愧是我儿子，连最心爱的女人都可以背叛。好啊，这个世界什么都抵不过亲情骨肉，更抵不过男人的大好前程。你有没有想过，你了解的祁东，是他想让你看到的一面？人心是很难测的，再亲密的人都有可能背刺你，知道吗？把它投入到检举箱里，就会让星耀集团土崩瓦解。但是这个检举信呢，也会将宁海广场实际的负责人祁东拖下水。我已经找人核实过，录音是真的。星耀集团啊，10年来一直秉承着品质、创新、诚信的经营理念，致力于房地产行业的开发。而现如今啊，宁海广场的项目亦是如此。我们呢，将赋予宁海广场项目新的建设概念，所以啊，宁海广场的项目将会是宁海乃至是全国商业地产的升级和蜕变的新标杆。我真诚的希望星耀集团能够携手在座的各位，成为共同的一员。安总你好，我们是宁海市安监局的工作人员，
近期接到群众举报，宁海广场项目混凝土强度不达标，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安总，这是怎么回事啊？安总，水泥问题的披露是否说明星耀集团旗下其他项目也同样存在安全隐患？后续将如何整改？还是说要全部拆除？您的儿子祁东作为该项目负责人，您觉得是否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星耀集团用随时会爆雷的宁海广场项目召开融资大会，是融资还是骗局？希望安董能给诸位投资人一个交代。各位媒体朋友啊，不要着急，我希望你们把镜头还有手中的话筒对准安监局的工作人员，因为正是我把他们请过来的。快！您好，能跟我们说一下详细情况吗？说一下。经过我们的暗访调查，复验核算了混凝土强度取值，最终得到的结果是，宁海广场项目混凝土强度达到标准，举报属于诽谤。安董邀请我们来，只是为了澄清此事。朋友们，安董，星耀集团这一路走来，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今天这个小插曲啊，正好让大家正面了解星耀集团的工程质量。星耀集团不怕被质疑，更不怕被人匿名举报。反而啊，我要谢谢这个举报的人呐，是他让我们星耀集团的工程质量再一次得到验证。在此啊，我有一件事情要向大家宣布，我呢已将个人名下的所有股份转让给了祁东。董事会已经通过了由祁东担任董事长的决议，从今天开始，祁东就是星耀集团的掌舵人。悠悠，你真实身份相见应该是一件喜事儿啊，我怎么在你脸上看不到半点喜色？我是祁东，是可以交付后辈的战友，他却反手捅了我一刀。换你敲得出来吗？我这个儿子从小就这样，别说是你了，就算我这个老子，他也不留半点情面。倒是你呀，让我很意外，你比你爸聪明。不过，你跟你爸都有个弱点，太过感情用事。你看看祁东，比你清楚多了，他早就知道宁海广场的水泥问题是我设下的陷阱，为的就是让你有所行动，从而让你的身份自爆。恐怕不止于此吧。你还想借这个机会，试探祁东是否对你真心。如果他阻止我举报，相当于阻止我自爆身份，就等同于背叛了我，自然也就没有资格成为星耀的继承人了。的确如此啊，但祁东没让我失望。他以你为投名状，换得星耀的股份，这个买卖划算。请各位相信，宁海广场项目只是个开端。作为你的叔叔，我要给你上一课。这个世间，所有的事物它都有明码标价，亲情、友情、爱情，甚至是生命，
所以啊，你在祁东心中的价码，抵不过他的大好前程。星耀集团将在我的带领之下，扬帆远航，闪耀星辰。5年前你给我下毒，5年后你的计划再次落空，这算什么呢？因果报应。拖出去。是。这个时间，所有的事物它都有明码标价。你在祁东心中的价码，抵不过他的大好前程。集团股价大跌，业内众说纷纭。我们宁海财经已经到了星耀集团记者发布会的现场，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听说因为宁海广场投资过大，拖垮星耀现金流。传闻星耀这次危机是因为您和前董事长安国轩父子内斗，星耀现在负债累累。请问这是真的吗？您可以对这件事说明一下吗？今天啊，召开这场新闻记者发布会，主要是要宣布2件事情。第一，星耀集团的资金链确实已经断裂。集团的财务数据存在大量的造假问题。第二，星耀集团前任董事长安国轩先生涉嫌非法转移资产，借着宁海广场项目的2次融资，募集大量的资金转移海外账户，做空星耀。我司已经报警。请问祁总是什么时候发现安国轩转移资产的？为什么现在才选择公开呢？您也牵涉其中吗？安国轩是祁总亲生父亲，您为何要举报他？这跟您私生子的身份有关吗？无论这个人是谁，都必须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我方现在已经将证据提交给警方，是真是假，我相信我们的司法部门会给各位一个非常明确且公平的回答。近日，我市知名企业星耀集团爆雷，现任星耀董事长祁东召开发布会，承认财务造假，前董事长安国轩因非法转移资金被立案调查。爸，你要去哪儿？芊芊，我呢约了你杨叔叔去钓鱼，今天晚上就不回家吃饭了。那还会回来吗？从始至终，我们都是你的妻子，对吗？至少你不是。如果最后赢的人是高珊珊呢？他的下场恐怕和祁东没有任何区别吧？从一开始，我的幸福就是你可以随时牺牲的筹码。如果婚姻可以换来更大的价值，那么我认为它是值得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父女的将来。我到国外安顿好之后，会马上接你过去，好吗？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爸爸有什么意外的话，你要第一时间离开，记住。爸。安叔叔，黑暗在凝望，穿透脆弱虚假的面庞，将我灵魂染上，污秽肮脏的忧伤，翠玉在膨胀，挣破一乱亲密的皮囊，你的仓皇离场，记录下不可赦免的谎，学会真情。